刘宪阳传授陈平安祖传剑经，纯如陈纯安霸气出手抢夺蛮荒大月。在陈平安的钓鱼配合之下，剑仙谢松花出剑成功击毁了一位玉仆境妖族剑仙的本命飞剑。虽没有将这位上武境大妖斩杀，但也使得这位大妖直接跌进到了元婴，甚至就连元婴境界都摇摇欲坠。要知妖族剑修在蛮荒可是最为宝贵的存在，谢松花此战就相当于斩杀了一头完整的玉仆境大妖，可谓立下一桩奇功。谢松花便可凭借此战功在剑气长城换取一份相对的战利品。陈平安由于是自愿当诱饵，便没有分成可言。在谢松花因调养伤势离开后，刘宪阳接替谢松花继续和陈平安齐兽一起坚守城头斩杀妖兵。只是刘宪阳依旧是不见佩剑，不见本命飞剑，也不见他出手。但从北往南原本属于谢松花把守的一线之上，妖兵反正就是来多少死多少，毫没有道理可言。见此，陈平安便忍不住相劝刘宪阳，还是要低调小心行事，不然会惹来大妖的注意，从而会让他陷入危险之中。然而刘宪阳听后却是答非所问，自顾给陈平安介绍起了自家祖传剑经的优缺点。刘宪阳告诉陈平安，他的剑术最大也是唯一的麻烦，就是杀力的高度远远称不上如何把剑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说完后，刘宪阳便以心声给陈平安传授他的祖传剑经。陈平安本想开口拒绝，毕竟此剑术乃是刘宪阳家传之宝，奈何刘宪阳态度坚决，陈平安也只得默默接受。与此同时，剑气长城儒家圣人镇守之处，出现了一位身穿儒衫的陌生老者。老者正在仰头望向那蛮荒的三轮圆月，老人正是南婆娑州第一人纯如陈纯安。在陈纯安散去了前来游历的陈氏子弟后，同亚圣一脉的儒家圣人对陈纯安笑着提醒道：剑气长城终究不是浩然天下，在这里要想与老大剑仙说上话，不做点什么可不行。陈纯安点了点头，随即高高举起一手，那蛮荒天上一轮大月竟是开始微微摇晃。陈纯安出手竟是要将蛮荒天下的一轮明月从天幕极高处给拽下人间，霎时几乎整座蛮荒天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，都担心那一轮越来越庞大的圆月当真会就那么坠入人间的大地之上。要知道陈纯安可是肩挑日月，只是先前他肩头的月亮被文胜给拿走，放入了裴前的眼睛里，没了大月对陈纯安来说自然是有些许折损。恰好这蛮荒天下有三轮大月，弄走一轮不仅能补充自己的缺失，还能杀妖族锐气和老大剑仙相见。对此蛮荒大妖们当然不会让陈纯安得手，不然自家月亮都守不住，还谈何去攻破剑气长城和打入浩然天下。故而在陈纯安出手之后，立即就有王座大妖出手阻拦，而阻拦的正是炼化了半数月魄的飞升境大妖荷花庵主。尽管荷花庵主占尽天时地利，但依旧未能阻挡陈纯安的通天手段，使得这轮大月急速向大地坠落。不过荷花庵主倾尽全力与陈纯安僵持了足半个时辰后，这轮大月终究还是没有被彻底拽落人间。两人的拉扯，一直观战的蛮荒大祖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，任由荷花庵主亲力出手与陈纯安掰手腕，并且期间蛮荒大祖还反而夸赞了陈纯安，笑言了一句书生好手段。不愧是被誉为在亚圣一脉另起高峰的陈纯安。其实妖族的观望也是在敲打蛮荒众妖千万不要小觑浩然天下的实力，毕竟在浩然天下中土神州之外的八大洲，婆娑州的陈纯安，北距泸州的火龙真人，皑皑州的刘大财神各有所长，哪怕是眼高于顶的中土神州炼气士，也不敢轻言这三州砥柱之人不够分量。当然除了他们，浩然天下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，所以妖族必须要提前给这些大妖们上一课。作为浩然读书人的周密为何会投靠蛮荒成为王座大妖呢？在纯如陈纯安出手抢夺蛮荒大月后不久，蛮荒妖族开始了收兵撤军，持续了20天的总攻序幕战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歇期。而在这序幕战期间，剑气长城公认最出彩的两场大战，一场是左右再次一人一仗剑孤军深入，直接与两头飞升境大妖大打出手，在斩杀了无数妖兵后全身而退。另外一场就是纯如陈纯安的霸气出手了。这两次战事皆为剑气长城增加了不少士气，使得剑气长城的剑修们出剑更快，那条汇聚了数万把本命飞剑的剑气瀑布愈发汹涌。而此次妖族大军在停下进攻剑气长城后，竟是一改往日作风，不再像以往那般任由战死的尸体晾在战场上随意曝晒，任由剑气长城的剑修去战场打捞法宝，反而是破天荒开始尊重战死的妖族修士，因为妖兵开始尽量的在收拢尸体骸骨连同所有遗物，悉数仔细清点存档归还其后人。从以前的不闻不问，到如今对战死妖族的安抚，此举必将打消许多妖族的顾虑，让蛮荒妖族更加的团结一致。妖族的做法无疑会让剑气长城的日子越发的艰难。妖兵撤退之后，陈平安并没有立即离开城头，他依旧盘腿坐在城墙上关注着妖族的动向。刘宪阳则是走到陈平安身边向他告别，因为他要马上去与前来游历的同窗好友们会合。此次他们赴集游学剑气长城，重点还是那个学字。对于杀妖一事，不管其余亚圣一脉的儒家弟子是如何看待，反正刘宪阳没那么上心。如果不是陈平安在这儿，刘宪阳都未必愿意出手。
刘宪阳从来就要比陈平安活得更轻松更自在。至于他何时离开剑气长城，谁都不清楚，得看那位纯如陈淳安的意思。离开城头前，刘宪阳还把此次守城杀妖的战功送给了陈平安，陈平安欣然接受。之后，陈平安去见过了宁瑶，便去城头找到了师兄左右。陈平安直接向师兄述说了他已经不打算死守剑气长城的想法。对此，左右当然是举双手赞成陈平安，毕竟以陈平安如今这点修为，根本不能够改变剑气长城最终大局走向。所以左右让陈平安今后想离开便离开，因为左右在城头居住之地和老大剑仙相邻。因此，在陈平安离开前，老大剑仙还给陈平安分派了个任务，那就是前往道玄山把禁剑阁中所供奉剑气长城剑仙们的画卷收回。此次蛮荒妖族来势汹汹，到老二随时都有可能撤走这枚世间最大的山字印，所以老大剑仙才会让陈平安提前去把这些剑仙画卷给接回家。只是当陈平安把所有画卷收入直齿物交给老大剑仙后，老大剑仙却以直齿物打不开为由，让陈平安代为保管。陈清都身负保卫剑气长城的重任，如今也只有陈平安保管最为适合。这些画卷每一幅都有着一段荡气回肠的往事，陈清都也希望陈平安今后有能力再将它们给拿出来，让世人知道这些先辈们波澜壮阔的过往。在陈平安离开后，陈清都看向了蛮荒极远处的一处小天地，小天地当中有一位如山男子正在为妖族少年少女们传道授业，而这名如山男子正是仅次于蛮荒大族妖族王座排名第2的大妖周密。周密自号老书虫，又被誉为通天老狐，他更是被誉为蛮荒天下的学海，学问仪式上的托月山。其实周密原名贾生，他本是浩然天下的读书人，曾读遍三教百家几百万卷书，可谓满腹经纶。然而尽管他学识渊博，却一直不得文庙重用。纵然是他向文庙进谏了太平12策，主张文庙收回放出的权利，要让读书人获得更大的自由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可最终文庙非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，还将他软禁了起来。心灰意冷之下，周密便偷跑到剑气长城，他希望借助剑修之力为浩然天下开疆拓土，从而获得文庙的信任和重用。于是周密找到了老大剑仙陈清都，自称得到了文庙许可，让剑气长城的所有剑修跟随浩然天下的炼气师一起进攻蛮荒天下。然而文庙并未配合他的计划，因此彻底绝望之下的周密选择投靠了蛮荒妖族，他要向世人证明他的学问。来到蛮荒的周密找到了正在养伤的蛮荒大族，并与蛮荒大族坐而论道千年。最终周密提出了入侵浩然天下的上中下3策，在得到蛮荒大族的认同后，周密一步登天，成为了蛮荒仅次于妖族的2号人物。然周密也没有辜负蛮荒大族的看重，这数千年来周密一直兢兢业业，为蛮荒妖族培育人才，并策反了很多驻守剑气长城的剑修。同时周密坚信妖族虽开了窍幻化人形，但也只算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，只有让他们读了书才算人。因此周密自入了蛮荒后，便开始传播学问，做着蛮荒天下的文教主。不过周密还有更大的野心，而当陈清都看向身在蛮荒的周密后，有所感应的周密也转头看向了陈清都所在的方向，微笑道：“修道天高无耳目，修炎帝厚无热肠。”陈清都笑道：“立教称祖，你贾生还差得远。”陈平安是如何孕育出自己的本命飞剑的？他本命飞剑的神通又有多厉害呢？在蛮荒妖族撤兵之后，经历过妖族总攻畜牧战的陈平安深感到自己跌境后的实力不足，而暂时停战的妖族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下一次攻城之战。为了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剑气长城，陈平安明白他必须要尽快提升修为，炼化本命物无疑就是提高修为最快的方法了。如今五行之属本命物，陈平安已经炼化了齐先生的水之印、大黎王朝的五色土、黄丹的木胎像以及金色佛经，由此可见水土木金之属本命物皆已炼化，唯有五行之火还没有炼化。一时间陈平安也找不到极为适合的火属性本命物，大战又迫在眉睫。为了提升修为，陈平安不得不将就一次，准备随意找个火属性替代炼化。然而陈平安不知道的是，最适合他的火属性本命物其实就在他的身体中，那就是当初火龙真人所赠送的那条火龙。左右看透了陈平安想提升修为的心思，同时左右也知道这条火龙最为适合陈平安。可这条火龙是火龙真人的手骨，加上又涉及到纯粹武夫的根本真气，以陈平安如今的境界根本做不到将其剥离出来炼化。虽然陈平安在剑气长城还有他这位大师兄存在，但奈何左右剑术太高，剑气太多，火龙与剑气大道相冲，要他出手反而很容易让两者相克，从而在陈平安体内大打出手，伤及根本。所以左右只得找到老大剑仙出手。对此老大剑仙虽然愿意出手相助，但他给出的方案却是让陈平安需要走一条类似行销鼓励、成就真灵神奇之道路，当然只是类似而已，不是当真如此。左右听后破天荒犹豫了起来，可陈平安却是点头答应了。于是在老大剑仙的出手帮助之下，陈平安成功炼化了第5件本命物，境界也终于重返了炼气士第3境。如此一来，陈平安5行本命物便齐集了儒释道3教和神道与人道。与此同时，蛮荒妖族又开启了新一轮攻城之战，大战在起。如今陈平安已成功炼化了5行之属的所有本命物，
他便可以顺势养育出一把属于他的本命飞剑。只是本命飞剑一试，任谁都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养育出，所以老大剑仙便以纯粹剑修的杀力继续给陈平安洗剑，以此帮陈平安养育出本命飞剑。老大剑仙还看出陈平安的那尊阴神不够纯粹，因此陈平安只得让阴神出游去往城头抵御妖族，只剩真身与阳神接受老大剑仙的洗剑。陈平安在城头依旧是与奇兽当邻居，此次刘宪阳跟在了陈纯安身边，便没有前来城头杀妖。再说陈平安养育本命飞剑一事，其实在陈平安第一次来剑气长城时，陈清都看在剑妈的份上，便已经开始帮助陈平安养育本命飞剑了。当初陈清都曾借给了陈平安一把怀木剑匣，老大剑仙所借之物当然不是平凡之物，陈清都便是以此让陈平安先成为一支剑匣，或者说一把剑鞘，以此让陈平安更好地养育出一把得天得厚应运而生的本命飞剑。如今陈平安已经炼化所有本命物，成为剑修的时机已到，于是老大剑仙直接在民谣家的密室中对陈平安开始了洗剑。在老大剑仙出剑过后，陈平安瞬间皮开肉绽，就连他的金身境体魄都好像是纸糊一般，眨眼功夫便已经浑身血肉模糊，然后四肢百骸五脏六腑，就连一双眼珠都被剑光彻底消融，刹那之间就只剩下一副白骨，最终连一具白骨都不复存在。接着陈平安好似做了一场大梦，在无尽夜幕之中，浑浑噩噩的陈平安在不见半点光明的道路上失魂落魄踉跄而走，只是下意识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便走到了一个身形佝偻的草鞋孩子身边，后者脚步缓慢，背着一个大箩筐。这草鞋少年正是儿时的陈平安。孩子停下脚步，抬头望向陈平安，他似乎很伤心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的自己还是这么辛苦。于是孩子伤透了心，不想继续往前走了。他蹲在地上，靠着那只永远都装不满草药的大箩筐呜咽了起来。陈平安摇摇晃晃蹲下身，怔怔望着那个没有长大的自己，两两对视。陈平安与孩子说了3个字：对不起。然后那个孩子擦了擦眼泪，主动伸出手。陈平安牵起孩子的手，站起身，一起前行。随即陈平安与孩子讲述了未来会遇到的美好事情。孩子逐渐笑了起来，仰起头望向那个长大后的自己，有些憧憬。陈平安终究直面了儿时的自己，看到了他的委屈，并与他和解。最后孩子指了指道路前方，陈平安举目望去，原本伸手不见五指的道路远方出现了一粒摇曳不定的依稀灯火。蓦然之间，天地澄澈，大放光明，陈平安也随之终于睁开了眼。然而陈平安却发现先前破碎的体魄竟然毫发无损，老大剑仙也不知所踪。百思不得其解的陈平安迷迷糊糊走出密室，来到演武场。一路上天地寂然，仿佛天大地大，就只有自己一人而已。正在陈平安疑惑之际，有人如开天幕来到了陈平安身边，来者正是老大剑仙。而当老大剑仙破开小天地的天幕时，陈平安心意微动，莫名其妙，有些难熬。一处从未刻意开辟的气府激荡不已，只是这种古怪感觉转瞬即逝。陈平安明白他身在一座小天地中，他本以为这是老大剑仙的手笔，于是陈平安抱拳感谢了老大剑仙的出剑，并感谢了老大剑仙遮蔽天地。陈清都闻言却是笑了，出剑是真，但是何来遮蔽天地一说？陈平安更加疑惑。陈清都继续说道：万年以来剑修无数，有了本命飞剑却不自知的还真不常见。然后陈清都环顾四周笑了起来，他点了点头，再次说道：置身其中好一个笼中雀。陈平安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座小天地乃是他本命飞剑的神通打造而成。此时陈平安是身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，所以先前陈清都强行进入其中会导致他气府激荡，为此陈平安心中大快意。但紧接着陈清都却是再次问道：居压敌手在天地中就够了吗？那么第二把本命飞剑呢？一瞬间天地之间除了陈平安与陈清都，此外皆飞剑，层层叠叠，密密麻麻，不计其数。2把本命飞剑一攻一守，在他陈平安的天地里皆是笼中雀。至此陈平安终于成为了剑修。